站起来，再一次站起来，奥特战士。这是连怪兽看了都摇头的变身方式，直接坐实了迪迦概念神的理论。只要人们心怀希望，迪迦就能适时出现。而事情的起因是怪兽的强大，导致戴拿心生胆怯，不敢应接镭射炮，选择了逃离，导致小岛被炸出了个巨大的深坑，队友麻衣因此被波及而生死未卜。飞鸟陷入了懊恼迷茫之中，但这个小男孩的出现给了飞鸟重新振作的方向。只见小男孩拿出迪迦玩偶，说不管面对多强大的敌人，迪迦都不会输。此时在 TPC 联合会议上，众人刚要讨论应敌对策之时，被附身的如月博士凭空出现，告知众人将在明日中午的 K3 地区进行人类抹杀计划。随后便对博士解除了附身。时间紧迫的飞鸟为了更加了解迪迦，随即找到了曾经的胜利队队长居间会，想询问迪迦为何这么无敌。居间会说，迪迦就是光的化身，能够将屏幕前观众心中的光闪耀成希望的力量，那就是不可战胜的。似懂非懂的飞鸟重拾了信心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戴斯法萨破土而出，人类提前布局的武装力量被瞬间粉碎，只剩下超级胜利队还能对抗1、2。两队员甚至将戴斯法萨的面罩给击毁，但同时也吃到光线砸入大楼之中。就在要补上最后一发光线时，飞鸟变身戴拿及时救场。此时的戴拿基本已经摆脱了心魔，在强力型状态下直接卸掉了戴斯法萨的双臂。随后戴斯法萨便要启动镭射炮，如果戴拿躲开大炮，整座城市都会被摧毁。因此戴拿鼓起勇气迎难而上，直接奋力一拳打穿了戴斯法萨，随后举起戴斯法萨扔向空中解体爆炸。而就当戴拿飞离地面之时，地底一发触手捆住了戴拿。莫奈拉星人现身了，一头类似于八爪鱼的莫奈拉女王现身于城市之中。戴拿切断触手后正要飞走，又被2条触手钳制住，随后直接被拉进怪兽腹中。就当戴拿命悬一线之时，居间会驾驶着战机来了，即使超级胜利队也加入战斗，依然改变不了戴拿被灭灯的事实。此时在避难所的人们陷入了绝望，人类已经没有了奥特曼的庇护，但此时小男孩相信，到最后也不要放弃希望，就一定能变成光。此时如月博士也坚信一定要相信希望。随后又有人想起了曾经变成光和迪迦一起战斗过，在一番感染下，越来越多的人们站了起来。站起来，再一次站起来，奥特战士。随后在小男孩的呼唤之下，手中的迪迦玩偶亮起了光芒，紧接着在场的人们全都亮起了光芒。曾经迪迦战胜加坦杰厄的一幕再次上演。飞鸟在感应了这么多人的应援之后，也呼唤了起来。此时所有的光芒汇聚在了一起，光芒散后，迪迦出现了。想当年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原以为戴拿会直接复活，没想到直接召唤出迪迦，不愧是概念神。在解除了戴拿的束缚之后，迪迦利用水晶将能量灌输给了戴拿，戴拿应声复活了，随后便来到迪迦身边。这是迪迦戴拿的首次联动。在躲过莫奈拉女王的触手攻击之后，迪迦戴拿打出光线给予还击，随后在躲过轮番攻击之后，一起打出光线将2个触手切断。但此时地底钻出2个触手，控制出了迪迦戴拿，但超级胜利队利用激光枪直接射断了触手。随后迪迦戴拿飞到空中，在莫奈拉女王露出破绽之际，纷纷打出栽佩利奥光线和索尔杰特光线，直接将莫奈拉女王打散于天地之间。人类终于再次获得了胜利。夕阳之下，迪迦戴拿纷纷化成了光，融合在一起。此时的飞鸟终于得到了光的传承，而就在飞鸟与大家会合之时，居间会也一眼看出了其身份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原胜利队员再一次齐聚，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。唯一遗憾的是野瑞和大古未能出演。